春建国，春建国，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人。哎呀，观众朋友们，面具人想问一下大家啊，大家这几天关心美国大选的事情，天天看，会不会有点审美疲劳呢？奇怪了，这中国人关心美国，比中国人关心中国都来劲儿，甚至比关心自己的亲爹亲妈还要来劲儿了。奇怪，昨天面具人的节目已经讲过，现在这种情况呀，你们看墙外的油管，看墙外的新闻，看美国大选节目的意义已经不大了。为啥？因为你在墙外看到的节目的内容和墙内党中央的内容是高度统一的，你在墙外能看到的，墙内更能看到，没什么区别的。什么美国内战啦，德州独立啦啊！我告诉你，这个人民日报啊，党中央讲的这个故事比这些大外宣讲的更精彩、更刺激、更激情，知道吗？那么咱们今天呀，来讲一讲和老百姓自身切身利益相关的话题吧。等一下啊，面具人先给你们看一个你在墙内看不到的墙外真正的新闻啊。大家都知道 BLM 群体吧？你们能在墙外看到的讯息都只报道 BLM 怎么上街游行，怎么上街打砸抢了，对吧？可是你们看到过这些墙外的大外宣报道那些骄傲男孩的行为了吗？ Proud Boys， 他们的行为更加的暴力，更加的残忍。那就在今天呀，骄傲男孩游行的时候，持续的袭击左派和支持民主党的选民，有很多人被捅了，你们知道吗？包括之前的一个骄傲男孩拿武器当街对别人进行无差别的突，也被大外宣美化成为了英雄。那 BLM 面具人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讲的就是黑人的命也是命，黑人的命是个问题，黑人的命也重要。 Black Lives Matter 这个单词拼音中没有任何关于贵贱的单词啊，说黑命贵那纯粹是抹黑，并且呢 The Boy 并不是美国最近兴起的为了对抗黑命贵的那些爱国者组织起来的组织。 Proud Boys 是一个极右翼和新法西斯主义组织，成员基本为男性。该组织提倡参与政治暴力，总部设在美国，该组织在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也有活动。该组织的源头是来自于2019年 Voice 传媒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前评论员加文·金尼斯在极右翼杂志上开的一个笑话。该组织名字取自于迪尼斯音乐剧《阿拉丁》中的歌曲 Proud of Your Boys。 该组织人认为白人男性以及西方文化正在遭受围攻，不过该组织表示骄傲男孩并不支持白人至上主义。那这算是自我洗白啊。你们看看华川粉还没有进入 The Boy 的资格呢，就天天喊着白人至上，黄人黑人都是垃圾，人家白人才是世界的引领者，就像老鼠人天天喊，对吧？这种人啊都是有心理疾病的。面具人等一下在节目中间告诉你们他们有什么心理疾病啊。该组织的成员参与过多个种族主义活动和反左派暴力的活动。该组织美化暴力。南方贫困法律中心认为骄傲男孩是仇恨团体。那你们看到了吗？这个骄傲男孩早就有了，并不是说针对 BLM 临时组建起来的爱国群体，懂了吗？并且呀，这个 The Boys 被法律认定是暴力团体了。其实不管是骄傲男孩还是 BLM， 你只要是骚扰别人，或者是对别人造成破坏，对自己造成伤害，害人害己的行为，我们都不能支持，懂了吗？这个和阵营立场无关，咱们做人要坚守良知、正义、道德底线，你不能因为他的阵营和谁不一样你就支持谁，咱们要看他的行为。不管你是骄傲男孩还是这个 BLM， 你上街打砸抢闹事儿都是不对的，懂了吗？你不能因为你反对谁你就可以支持邪恶和暴力，
那撒旦反对共产党，你就可以支持撒旦了，是不是？那这就是那些邪教思维啊，对不对？那面具人给你讲的这些东西，都是你们在英文网站或者是英文社群里面通过英文资料能查到的正规资料。大外宣不会告诉你们吧？大外宣只会告诉你，支持持枪上街，干死民主党，大家拿起武器上街干呐，消灭反对派，维护我们的春建国。昨天事情发展的比较严重啊，明显是有点人民战争的味道。骄傲男孩上街持续了一整天，搞袭击、偷袭，不支持川普的人，有用戳的，还有人呢被射了。那这个事情闹得比较严重啊，很多人都被抓了，也有很多人受伤，甚至是重伤，好像还有人挂了。那咱们华人也混杂在里面，但是华人聪明的跟啥一样，就是当啦啦队煽风点火，他不敢上去动手。而且呀，面具人，我奉劝大家，在美国的观众朋友们啊，不要当炮灰，因为刀剑不长眼。再说了，打人是不对的。你看江峰文昭老鼠人天天煽动你们上街去干，他们自己去了吗？从台湾煽动到香港，从香港煽动到美国，每一次都说的是大义凛然，你们上街干呀！春建国，春建国，然后呢，他们自己却躲在键盘背后撸钱。全民共振他震了吗？送死你去，好处我拿，懂了吗？那这种事情啊，什么上街打人呐，上街制造暴乱呀，面具人，我希望大家冷静下来，不要再制造仇恨了。你制造仇恨、制造暴力有什么意义吗？对吧？且不说你把别人打了，别人把你打了，你也划不来嘛，是不是？况且人家又没杀你爸杀你妈，不就是政见不同吗？一言不合，你何至于消灭对方全家吗？有意思吗？那好了，进入正题啊，咱们今天从两个方面来讲，钱和权。当然了，这个钱权并不是大家想的那种钱权交易、勾兑之类的，而是老百姓的钱袋子和老百姓的人权问题。首先来讲权吧，面具人在今天啊，给你们讲讲共产党内部啊，红色贵族、红一代、红二代、红三代基本上都懂得治理老百姓的玩法，以及中国这个社会今天这个样子是如何形成的。首先来给大家报道一则这样的新闻啊，12月12日，四川成都一工厂给员工各自在自己的地方画格子，使员工保持安全距离。画面中，员工一人一格，秩序井然。对此呢，厂里的工作人员表示，格子够用，都是固定的。自从过年疫情以后，一直都是这样预防的，厂里面都是有准备的。面具人，我当时看到这些画面的时候啊，我是很不舒服的，我是很难受的啊！我看完这个画面以后，我的大脑里面啊，就浮出了4个字的成语：画地为牢。我靠，太形象了！不信你们看看。那个是承包的地方，那个地方是有柜子的，那个承包因为要让他们间隔距离，所以说承包的那个地方也给他们画了格子，就是人员都闪开一点，可以休息。休息的话就是口罩不能摘，因为现在那个疫情嘛，要预防呀，让员工保持距离，然后更好的做到自我保护呀。这种之前我们一直都有呀，自从今年过年疫情来都是一直这样的呀。2个人之间间隔了1米，然后有序的打卡上班，然后进入车间以后，我们的流水线上是每个人都有格子隔开的。就是最近就是这个疫情开始之后，他们之前不是这样，好了，他们厂子里面就以这种方式隔离。其实他们员工有时候就调侃说，一个人一个格，来晚了就没位子了，就上班不要迟到。看完了吧？视频中的人解释说，因为防疫需要，对吧？可是你们觉得这个画面中的人口密集程度就隔开了那么一点点距离，有用吗？
这么多人就在地上一蹲，要么坐地上啊，连个凳子都不给。然后呢，你们再看这张图啊，你看他们是怎么说的。挺好的，这个工厂的 7S 现场管理一定做得很好，员工看起来好有纪律，自觉性真的有点高。哎呀，面具人我都觉得奇了怪了啊！如此明目张胆的破坏人权的行为，居然能被这些大 V 吹捧为列为模范行为了。那这个世道究竟是怎么了？墙内的大 V 颠倒黑白，墙外的大 V 也颠倒黑白。大 V 们纷纷转载点赞，称做得好，国家治理得好，工厂是好样的。面具人我告诉你们啊，不管是国内的大 V 还是墙外的大 V 啊，大 V 这些人脑子里面想的都是为钱服务，为他的主子服务。你在墙内，你做一个五毛战狼粉红的公知，你吹捧习近平，吹捧党中央，你有钱赚呀。你在墙外，你吹捧川普，吹捧当权派，你也有钱赚呀。为什么？我为权力服务，我挣钱有什么不对的？有什么不合理的？对不对？那这个就牵扯到了一个思想啊，叫做为富不仁。这个咱们等一下再讲。你们先看这些评论区啊，这个事件呢，评论区倒是翻车了，尤其是这些底层的看客、吃瓜群众。你们看看别人评论是怎么说的啊？看图。哎呦，这是不把人当人吧？尊严何在？而且居然没人反抗，老百姓为了点生活费什么都忍，最后已经没有尊严了。评论区较好的人也给你画个格子，在里面待着呗，没有凳子，罚站或者坐在地上。对比印度工人砸工厂，咱们的工人就是老实啊。中国人的奴性深深地刻在骨子里。画地为牢吗？啊，是我看错了吗？这样可行吗？中不中？又不是圈养动物嘞。那看到这里啊，面具人给大家描述一个社会现象啊，这种现象呢，在咱们华人圈子里面尤其的严重，那就是为富不仁。面具人我个人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把这种在中国特有的为富不仁称之为阶梯社会综合症。共产党和中国人到底谁坏？这个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你要是说共产党坏，但是共产党全部都是由中国人组成的。你要是说共产党坏，共产党在全球都玩不下去，可是呢，一直在中国玩的是风生水起，被中国人奉为国宝。但是你要是说中国人坏吧，那共产党的很多政策也确实是诱导老百姓互相坑害，对不对？压迫老百姓。所以说共产党和中国人到底谁坏，这是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咱们先从之前的蛋壳公寓来讲啊，因为刚才说到蛋了嘛。这段时间呢，已经不下一个人了，好几个人都是因为和房东因为有这个蛋壳公寓跑路了嘛，因为房租的问题，租客把租金交给了蛋壳，蛋壳跑路了以后，所以蛋壳没有把房租交给房东，所以呢，房东迁怒于租客，然后呢，导致了很多房东和租客吵架，最后呢，租客被房东逼死啊。我们仔细看看啊，蛋壳公寓、房东和租客这三者的食物链关系啊。庞大的资本家政商结合的蛋壳公司是食物链的顶端，而找蛋壳帮忙中介租房的房东是食物链的中游，食物链的最底端是租客。那么按照丛林法则来看，按照自然法则来看，食物链最底层的就是任人鱼肉，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和权利的，对吧？但是人类社会不应该是纯粹的丛林法则，对吧？人类社会有着强大的知识和同理心、道德感、同情心，人类会主动的帮助弱者。但是呢，大家看好了啊，这个蛋壳公寓这个事情的食物链顶端的蛋壳公司，中游的房东和底层的租客，在中国果然不负众望的。底层的租客就像自然界中的食物链底层是一样的，毫无反抗能力啊。被房东把租客逼死了很多真的自我了断了，自我归西了。从蛋壳公寓这一件事情上就能看出来，中国就是一个纯粹的丛林社会，毫无同情心、同理心。这中间呢，有共产党的功劳，
难道没有中国人的功劳吗？面具人给你们说一个现象，你们可以自己观察一下，看看面具人我说的对不对啊？包括蛋壳公寓在内啊，房东逼死租客，共产党会大肆报道。那租客干死房东，共产党大概率会极力掩盖。为什么？你不要说没有租客敢干房东的，肯定有。可是为什么你们只能看到房东把租客逼死的新闻呢？因为啊，共产党需要维护阶级顺位的统治力。什么叫做阶级顺位啊？就是大的压小的，强的欺负弱的。比如在中国，父母对孩子有绝对的统治权、支配权，孩子不能反抗，一点都不能反抗。房东可以绝对的压制租客，老板可以绝对的剥削工人。就像刚才那个视频你们看到了，画地为牢一样，毫无人权，毫无尊严道德可讲，对不对？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共产党这种高压社会。你们可以这样理解一下啊，中国人为什么造不了反啊？整个中国的社会阶层就是一个砝码，一层一层的加注下去，越在层级下面的人压力越大，一层层的压下去，压的这些底层的人啊都丧失了人性，而上面的人呢则很享受这个过程，他们在享受这个过程的同时也受到更上一级的施压，所以呢为了缓解自己的压力，他会顺势的把这种压力再向下释放。所以呢一层一层的压力释放的同时，每个人又是承担压力者，那为了缓解压力又向下释放，导致了最底层的人压力是非常超负荷的，而往上数一层的人也未必会好太多。而这种压力呢从小朋友就开始了，可以说中国的小朋友就是社会的最底层。大量的这个填鸭式的教育、引导、教唆和制式化的管理模式，不让你反抗，压迫你，从小就开始剥夺小孩子的思维能力。所以呢，一个奴化的社会，完美的动态平衡就这样形成了，懂了没？这种阶梯统治啊，有一个好处就是，我虽然被上面人欺负了，但是我可以欺负下面的人，就像传销一样，不停的拉人头，拉完人头发展下家。每一个这个传销的小队长都是他们的团队领导、老师，对不对？大家一层压制一层，一层压制一层。而且你想往上爬，你怎么爬？你必须要向上面一层啊展示你压制下面一层压制的足够好，你才能爬上去，懂了没？共产党是非常依赖这种阶梯统治的。如果说下一级的人自由了，那么上一级的人就危险了，上一级的人危险了，上上一级的人也危险了，就会形成一种逆阶梯化。比如，如果下面的人觉得，他凭什么管我？他凭什么压制我？老百姓如果有这种思潮的话，那对共产党的江山稳固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呢，共产党会极力的维护阶梯顺位的统治力，大到高官，小到哪怕你只是个房东，那房东和租客都是有着非常明显的阶级力量差距的，那这是显而易见的。这种事情呢，究竟是因为共产党发现了中国人有这种特性，从而刻意强化这种特性，还是说就是因为共产党坏？那这个是很难界定的。就像改革开放了30年一样，结果呢，富起来了那么多的人，他们是怎么做的？他们是怎么对待之前甚至是把自己的钱借给他，让他先富起来，所以自己没富起来的救恩人的？他们会毫不留情的更加狠毒的压榨没有富起来的。就像那些川粉啊，他妈的人家收养孤儿，你还要管人家收养什么颜色的孤儿？你还要分肤色，黄色黑色的不能收养，否则呢就是虚伪的道德表，左派，对吧？你自己都移民到国外了，你还要继续假扮民主大师，给国内的人洗脑喂麻药骗国内的人的钱。你不觉得国内人赚钱都够可怜了，压力够大了？你在美国享受自由民主的好空气，然后骗国内的这些可怜人给你打赏，对不对？你说你骗就骗了吧，咱也不说骗你给别人上课，你传授正规的知识，让他变得智商更高了，提高的自己的知识水平，
啊，提高了自己的能力，那你拿人钱财与人消灾无可厚非。你不但把人家的钱骗了，还要把人家变成你的韭菜傻逼，好用来以后持续的给你割韭菜，对不对？你这是什么行为嘛？毫无道德，毫无廉耻之心。你还反对别人移民？当然了，面具人我也反对移民。面具人我反对的就是这帮毫无人性的人渣畜生移民，知道吗？移民过来干啥？你说你要是个好人，你是一个很讲文明、很讲道德、很有爱心的人，你到哪儿都有人欢迎你的啊！你走到哪儿，你不停的想害人、坑人、骗个人啊，找两个凯子宰一下、坑一下，哪儿都不会有人欢迎你的，懂了没？那为什么中国人特别容易产生这种现象呢？你看啊，中国30多年来的改革，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下，造就了无数的富豪。纵观他们的发家史，你就能不难地发现，这中间有太多的背叛、坑爹啊，恶心的事情。这些先富者阶层总是走在体制改革的最前沿，他们获取了更新鲜的信息，获取了更好的商业机会，但是呢，他们绝对不希望别人获得这些机会。他们利用经济体制的弊端，或者是利用政治的腐败，最终完成了自己财富的发家致富。他们的这些肮脏手段呢，成为了他们的这些，比如不择手段、偷税漏税、造假毒奶粉、地沟油，对吧？金融诈骗，还有这些大外宣、造谣啊、洗脑，对不对？用这些卑鄙手段，这些手段啊，成为了他们的发家致富的快捷方式。金钱的诱惑成为了他们走向极端不能自拔的这个原动力。在他们丑陋行径暴露的那一刻，人们才总算看清了这些富豪为富不仁的真面目。而最可悲的是什么？中国人认为这很正常，富人就应该是这样，笑贫不笑娼，懂了吗？当今社会呢，富人和穷人似乎渐渐走向越来越对立的两面，但是呢，穷人还不停地崇拜富人，任何关于富人权贵的新闻啊，都能在满天的新闻流当中啊夺取人的眼球，引人注意。但是那些真正可怜的人，需要帮助的人却无人问津。正所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很多人眼里啊，富人群体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只会炫耀财富、装逼、没有良心、自私自利的群体，大家都恨着这类群体，也更爱着这类群体。那么为富确实不仁吗？这种说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从心理学上面能否进行解释呢？还真的可以。心理学的研究确实是有关于为富不仁的心理特征研究报告啊。美国的心理学家保罗·比佛和达切尔·科尔特纳进行的研究发现，为富确实有可能不仁。财富的增多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会降低一个人对他人的同情心，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财富能够让一个人拥有更大的自由的同时，在更大程度上摆脱对他人的依赖。对他人的依赖程度越低，就越不会顾及他人的感受。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有难同当，有福不能同享。很多年轻艰苦奋斗过的夫妻，在他们发达了以后，往往都是抛弃糟糠之妻，或者是因为钱闹得离婚。本来没钱的时候，小两口过日子啊，天天辛苦奋斗还挺好。一旦有了钱了以后，大家就开始互相防着对方了。此外呢，对贪婪的态度呢，也有可能会影响一个人的同情心。为了了解社会地位是否会影响一个人关注他人感受的程度啊，科学家以财富、职业声望和受教育程度作为衡量标准。比佛尔和科尔特纳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其中一项研究中呢，就发现，比佛尔和特纳在一个繁忙的十字路口观察驾驶者的行为。根据他们的观察研究发现啊，驾驶豪华车辆的驾驶者更有可能超车抢道，而不是选择等待。那些开烂车破车的反而特别的遵守交通规矩。无论是什么性别，处在一天中的什么时候，以及十字路口交通的繁忙程度如何，上流社会的驾驶者
都有这种不考虑他人行为、自己横冲直撞的毛病。在另一项研究中呢，他们发现豪华车驾驶者更有可能加速超过走向行人横道的步行者，即使在与步行者进行眼神交流后，他们也会上演这种行为，不顾及他人的感受。那面具人，我之前在国内的时候也经常应酬送礼嘛，做生意嘛。那面具人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就是这些做生意的大老板呀、领导呀，大家经常会交换礼物，或者是收到别人送的礼物。大家收到了好烟、好酒，或者是红包，或者是月饼礼盒、吃的什么之类的，大家都喜欢把这些礼物自己留下来不吃，然后呢再借花献佛，献给领导、老板、生意伙伴。而这些借花献佛的人当中呢，他们的很多亲戚朋友则无暇顾及，甚至是他们亲戚朋友当中有相当的贫困潦倒的这种亲戚朋友，他们从来不闻不问，他们只想着去把自己的好吃的、把礼物和钱送给这些更有钱的领导和生意伙伴。而为富不仁在西方社会仅仅是富人可能会出现，因为有钱，所以出了问题能解决的能力很大，不就是钱吗？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算问题，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做起事来更加的肆无忌惮，这很正常。而国内为富不仁出现了一种很怪异的现象，不正常的现象。这种现象呢，在台湾、大陆、香港都存在，就是我刚才说的阶级顺位综合症。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通过阶级顺位来找到自己的优越感，来找到自己是贵族的感觉。比如港台人比起美国人的时候立刻就怂了，知道自己不行，比不过。但是呢，港台人比起大陆人的时候，比起朝鲜人的时候，立刻就觉得自己是贵族了，立刻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了，觉得自己牛逼了。同样的，大陆人这边也有这个毛病，城里人比农村人的时候，优越感一下子就出来了；上海人比河南人的时候，优越感一下子就凸显出来了；北京人比外地人的时候，优越感也就出来了。其实不管是港台人比大陆人、朝鲜人，还是说大陆人比农村人、比北京人、比上海人，大家的行为和表现方式是一样的，心理状态、心理模型是一样的，懂了吗？每个人都在所谓的民族伟大的复兴呀，厉害了我的国呀，台湾好棒棒呀，台湾 No.1 呢，包括民主大师经常给自己的信徒洗脑的，你们都是最棒的民主战士，你们都是最优秀的，这种过度鼓吹。咱们也不是说夸奖不好，但是要适度，什么东西都要有一个度量你说酱油好喝不？不是，酱油好吃不？好吃。那你一天喝上10瓶酱油，你会不会住院？懂了吗？那这种过度的精神鸡血、打麻药、鼓吹，导致了每个人都有幻觉，认为自己是精神贵族，比上不足，比烂有余。无论是口袋里面到底有多钱哪怕是个穷人呢，至少人家是精神上的贵族，对不对？所以呢，这群人呢也会渐渐的感染上那些富人的为富不仁的坏毛病。穷人他穷的时候都出现这种为富不仁的症状了，那等他富起来了，就更是这种症状了，懂了吗？那人群出现这种状态了，对于统治者来说，这也是一种心理控制，并且呢，对统治者来说是非常有好处的。这样做有2个好处。首先，其一，当一个穷人认为自己是富人，也可以像富人那样肆无忌惮了，就会造成他自己把自己坑了，或者是他有胆量去坑别人。但是呢，因为他并没有足够的财力去给自己擦屁股，那就造成了底层社会互斗两败俱伤，互相内耗。你们觉得看起来我是说你，你是精神贵族，实际上呢，你过度迷信这个玩意儿了，你就是被洗脑了。底层人认不清自己的地位，无法做出正确的选择，无法做出合理的提升来提高自己的进步空间，那这样的话盲目自大，反而会削弱自己的力量，懂了吗？这是我说的其一。其二呢，就是一个底层，他天赋异禀，他很聪明他在穷的时候都认为自己是精神贵族了。这类人呢，通过一定的手段和方式还有运气天时地利人和
啊，机缘巧合之下搏杀出来了，摆脱底层了，他爬上贵族了，他会更加坚定自己是精神贵族到实际贵族的转变。我一穷二白，我是贵族，你看我今天真的成贵族了，证明什么？证明我的思想是对的，证明我牛逼。他会认为他自己的这种玩法啊，不管是残忍啊、下三滥啊、极右呀、不择手段呀、坑蒙拐骗呀，只要是能成功，只看结果啊，我现在是贵族了，不管是什么手段，这都是非常好的。那么他就会变得越来越变本加厉的对他人不负责，甚至是迫害他们啊，因为他自己成功了呀，他通过他自己的各种玩法爬上来了呀，他会认为我天生就是和你们不一样啊，我注定就是成为贵族的人，所以我是贵族，你们都是垃圾，懂了吗？那如果这种人上位了以后，他会对底层更加的剥削和压制，因为他从根儿里面，他认为他自己和你不是一类人，甚至他都没把你当人看，他是贵族，你是贱民，知道吗？不是吴建民的贱民啊，当然了，念起来是一个字儿，不是，听起来是一回事儿。那这就是其二，这种人上来了以后，会更加的帮党来压制阶级顺位下面的更弱者，这就是共产党的统治哲学。那讲了这么多，你们自己仔细看看啊，不管你是台湾人、香港人、大陆人，有几个人能摆脱中共或者是独裁者给你设计好的这种思维，阶梯顺位思维？基本上啊，我看了，大陆人、香港人、台湾人都有这种阶级顺位综合症，碰到比他强的立刻跪下来腿软了，碰到比他弱的大家都想上去踩两脚，找到那种自我优越感。你看这个港台人不就是吗？他比美国人比英国人连屁都不敢放一个，天天拿朝鲜人拿大陆人开玩笑，是不是？甚至有些极端的人还说得很难听说要杀光支那畜生狗汉畜之类的，对不对？大陆小粉红也一样，很多大陆人也一样，瞧不起河南人，瞧不起农村人本地的瞧不起外地的，对不对？其实大家都是一类人，这种行为是非常不好的那些川粉也是一样的去歧视那些外来移民，去歧视那些新移民，为啥？因为人家弱嘛，刚踏上新的土地，人生地不熟的，没有立稳脚跟儿，肯定没有你这个老油条混得好呀，你能找他来发泄吗？是不是？说到底，有几个人能摆脱这种，说白了就是奴才思想如果你们因为面具人我说的这些话感觉到震惊的话，那就转发让更多的人提高智商哦。好了，然后来讲一讲数字货币的事情面具人前几天给你们报道过数字货币，苏州那个要搞双12数字货币促销的事情吗？就是苏州搞数字货币试点的那个事情，你们认为这是开玩笑的吗？面具人问你们，共产党割起韭菜来何曾开过玩笑呢？这次双12数字货币在国内搞得非常的隐蔽并且激情哦。有时候你让面具人我形容共产党的玩法，真的我还真的只能找到比较矛盾的2个词来给你形容，因为共产党就是喜欢玩正反两面手法，阴阳调和，它确实是搞得隐蔽，但是又很激情，知道吗？继深圳10月派发数字人民币红包之后，加量版的苏州试点活动也拉开了大幕。自12月11日晚间8点开始，10万名中签双12苏州购物节数字人民币红包的苏州市市民，都可以通过数字人民币 APP 在苏州地区指定的近万家线下商户进行消费。近万家听好了仅仅一个苏州就近万家线下商户搞了数字货币的对接端口了听好了对这些做生意的也是有很大的冲击的，听懂了没？这些数字货币红包呢，也可以通过京东商城进行线上消费，每个红包200元，活动持续到27号24点。此次测试最大的看点就是京东线上支付以及双离线支付。面具人我告诉你，这什么双离线支付不是什么高明的技术就是一个 NFC， 懂了吗？
另外呀，增加了交行和邮储银行加入合作，集齐了6家国有银行为运营机构。至此，6大银行已经都加入数字货币了啊。不同于此前只有一个图样标示，本次6家银行在叫做数字人民币钱包的 APP 中，他们分别对应一个子钱包啊。每个银行都开始独立设端口了啊。银行与互联网机构的合作关系呈现于前端，苏州面向符合条件的市民共发放了10万个数字人民币红包，共计人民币2000万元。这些红包里面的钱从昨天晚上就可以开始花了。苏州市共有1000多万的常住人口，其中10万名市民中签，已经获得了200元的数字货币红包，算下来基本上就是1%的比例。那这个比例对于可流通性的货币来说已经是不小的，这个比例非常大了。接下来重点来了啊！据了解，中签人员使用数字人民币付款时，将优先使用数字人民币红包，不足的金额可对钱包进行充值后再支付，也可用于其他支付方式组合付款。当然了，前提是你要把你的人民币加红包一块勾兑了才能买东西。此外呢，苏州市还将从参与数字人民币消费红包抽签活动的客户中选取部分人员参与离线钱包的体验活动。看好了啊，它这里面重点提到了这个红包啊，你要勾兑人民币充值一块使用，这个红包是抵扣的哟，并不是全额支付的哟。也就是说，你买个电饭锅，哎呀，折扣20元，你感觉好像便宜了不少。买个手机折扣80元，哎呀，便宜了80块呢。剩下的钱你就需要自己充值人民币进行支付哦。那这种垃圾的营销手段，到现在啊，还是有很多人愿意上当的。用3个字来形容这种行动，怎么形容？割韭菜，对不对？目的就是在于回收人民币呢，并且呢，这里面还有个猫腻呢。京东作为这次数字人民币红包的消费主力，京东是全国性的平台，大家都能看到苏州这次搞数字货币活动了吧？至少呢，一部分关注京东的客户能看到，对不对？那搞这个数字货币打折优惠活动，再配合文宣，就像当年的滴滴打车，大家抢打车券，过年凑字领红包，美团红包传的神乎其神，免费坐车啊，领到现金了。最后呢，以讹传讹，让大家都觉得这个数字货币能让自己占到大便宜，让大家都想争相的吃数字货币屎。吃不到屎的人呢，还要因为没机会吃到而失落，还想凑上去吃。然后呢，在下面留言一堆机器人、网军、网评员带节奏啊，好得很，太棒了，我抢到了，哎呀，我没抢到，好可惜啊，让大家一起节奏带起来，嗨起来，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今天早上收到的这个数字人民币的红包，有200块钱，就立马去下载了那个数字人民币的 APP， 然后果真是领到了这样的一个金额，在一些指定的线上和线下的商家都是可以去使用的。数字人民币点开，然后下滑付款。 Okay. So when you open the application, you have an option to pay or to receive money. 然后扫码。If you scan the code here, let me see. 然后输入金额。You can put in the money, the number of money that you need to pay. 输入1块钱。然后支付密码就可以了。面具人我都预测啊，共产党会不会在过年搞个什么新年数字货币全国红包，人民一起凑字拿数字货币来抵扣呀，干什么的，发数字货币普天同庆的这种活动啊？大家记住面具人我这个预测很可能会发生的哟。而且呀，你们仔细看啊，共产党推出这种坑老百姓的政策的时候啊，他不会一夜之间强行推送的。他会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有节奏的先给你心理按摩，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表面上来看看你老百姓感觉有刺激了，那我给你说点好听话，给你按摩一下，然后我背地里再悄悄的搞。他不会一夜之间把老百姓激怒，把老百姓的那个激情点给刺激到爆表的程度，懂了吗？就是游击战的玩法，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啊。但是呢，共产党想要达到的目的，他一旦是有了他自己的目的，他一定会去完成的。就像对美国一样，争一时不如争一世。面具人我预判共产党的举动，老观众朋友们给我留言啊，看看面具人我说的准不准啊？我之前预判的这些事情啊，包括你看黎智英，我都已经说过了，共产党在接下来会处理自己一部分的家门狗，知道不？尤其是惹怒了美国的这些跳头出来的人，你像这个黎智英呀、黄之锋呀这些啊，所谓的反串民主人士。黎智英很明显是破坏美国政治了嘛，对吧？造谣嘛，弄了64页文件、3块硬盘通乌门之类的啊。就算共产党不判黎智英，美国民主党上台了也要告黎智英，说不定把黎智英弄到美国判得更重，知道吗？黎智英在香港才判多长时间？才判3、4个月。你到美国，你看黎智英这种罪，联邦重罪，煽动美国内战，煽动美国分裂，攻击美国政治，颠覆美国国家。黎智英，我告诉你，不判个10几20年，他美国啊，他都别在这个地球上混了，让一个香港的外面的人煽动他美国的政治。你们现在知道为啥共产党现在早早的要把黎智英收押了？就算共产党不审判黎智英，美国人也要把黎智英抓回去，知道吗？当时纽约时报、CNBC 啊、BBC 都报道了，美国确实是要抓黎智英的，要起诉黎智英的，知道不？到时候会因为黎智英造谣美国大选搞一个什么外交政治冲突吗？并不会。所以共产党自己先卸磨杀驴，一剑拔雕，看起来好像是整治了这些民主大师，是不是？实际上他是保护黎智英的。共产党的这个套路呀，有时候你感觉矛盾，实际上呢，每一步都是井井有条的啊，布局的是一剑拔雕。